相信大家平时都有网购的经历，对吧？现在的人越来越不愿意逛街了啊，拿着手机，在手机上就能够买到自己想要的东西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点，有一天你买房子也像在手机上购物这么简单，随随便便看一下就可以马上买一套房子。这句话不是我说的，而是所谓的专家说的。他说未来买房子就像买包一样容易，直接在平台上下单，马上就能够买到房子。这样的情况到底能不能实现呢？到底会不会像他说的，未来买房子就像买包一样，随随便便就下单买了？今天我们就来具体呢分析一下这个事情。如果大家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呢，都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互动。专家呢说这句话，他的理论呢是什么呢？是因为现在房住不炒了，未来呢这个房产只会越来越清晰啊，会全面的从这个预售的模式改为现房的销售。那么我们到时候呢买的就是现房啊，直接呢通过一个平台下单啊，我们就直接买房子了，而且呢还可以7天无理由的退房等等。所以呢站在消费者的角度，我们买房子只会越来越简单，不会越来越复杂。但是呢我在这里想讲的是，他可能呢只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去想，根本呢就没有搞清楚房地产虽然是商品，但又区别于其他的商品。首先我们来说第一点，房子呢是大宗商品，虽然说现在的房价稳了，但是它是在高位稳定啊，我们随随便便去买一套房子都是需要超过100万的。那么好，如果按照专家说的像这个购物一样去下单，那我们购物的钱呢也不是直接打给总公司的，而是中间呢有一个资金监管的平台啊，你收到货以后觉得没有问题了，7天以后这个钱才到商家的名下。那么我想问一下，如果买房子像这个商品一样在网上自由的买卖，那么谁来监管？又是什么样的监管平台能够保障你资金的安全？现在没有网购房子的平台，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去买房子，有这个银行有开发商参与，还有呢不动产中心的资金监管部门，就即使是这样，一些钱还是被挪用，导致的房子成为烂尾楼，这可是现实上面的问题。那么为什么你通过网上你就能够保障你的资金不能够被挪用？用什么来保障你的资金不被挪用呢？什么样的监管平台能够给你资金的安全感呢？这是我们必须要解决的问题。到目前为止，如果这个没有出来，那么在网上买卖房屋就是一纸空谈。哪怕我们现在在拍卖网站上看到的法拍房，也都是只交定金，或者说参与拍卖最终定价，但是你要交钱的话，还是要到当地的法院去交，而不是通过网络直接交。这就是一个区别。因为房地产是一个非常严谨的，而且又是非常复杂的体系，它包含了很多东西，而不是呢像我们网购的时候只涉及到4个方面：一是消费者，二是监管平台，三是商家，四是供货厂商。那么还有第二点问题，大宗商品交易，尤其是房产交易，你不到现场，你根本就看不到这个房子潜在的一些问题。我们知道呢，在网上买东西啊，我们可以通过直播看到呢它一些功能性的介绍，或者通过图片来了解。当然这个金额都不是很高，大家呢作为日常的一个消耗品愿意去消费。但是房子可不一样，房子有70年的产权，我们买过来是需要长期住的。那么你仅通过直播，仅通过网上的几张图片，你就能够全方位展示这套房子吗？这套房子的消防怎么样？这套房子的采光怎么样？这套房子的楼层怎么样？这套房子的位置怎么样？是在直播上面完全展现不出来的。为什么我们说去售楼处买房子有的时候都还有看走眼的时候？就是因为我们对这个区域不了解。那么你在网上直播，你就能够了解，全方位了解这套房子吗？而且呢你不到现场，你也无法对比呢同一个区域到底有多少户型是你可供选择的，这同一个区域到底有什么样的学校，有什么样的交通，有什么样的配套，这些都是你不知道的。如果你想当然的通过网上直播去买房子，那首先你的出发点就错了，你极有可能95%以上
会直接被套牢。而且呢，还要知道一点，我们买普通的商品呢是有这个7天无理由退货的。那么如果房子一旦通过网上交易，到底有没有7天无理由退货呢？我们在售楼处买房子的时候呢，也有售楼员告诉你，如果你不满意，我们可以马上进行退房处理。但是往往现实的情况是，很多人退不了房，售楼处会找各种理由不让你退房。即使你能够退房，那你也会面临很大的经济损失，因为在退房的时候，你的首付基本上已经交了，你的贷款已经基本审批下来了。那么好了，在网上有谁给你保障这些？还有第3点问题，就是说呢，房子是我们一个家庭的希望啊，说白了一点，就是它具有很强的金融属性。不管你相不相信，虽然现在房住不炒，房价稳定了，打击了炒房客，说房子不能有太强的金融属性，要回归到居住属性，但是经过20年房地产的发展，房子的金融属性已经根深蒂固到我们每个老百姓的心中。我们老百姓呢，挣了钱以后啊，可能没有呢别的投资渠道，或者是认为别的投资渠道呢有风险，那么怎么办？买房子只要地段买得好，到以后呢我可以自己住，我卖的时候呢我可能多挣一点，我可以呢换更好的房子。这是普通老百姓所想的，它承载了一家人的希望。而且呢，很多人买这个房子是凑了很多钱才凑够首付，接着呢还要面对20-30年的房奴生活。可以说这个房子容不得有一点的闪失。我们面临的这个购房群体呢，基本上没有20岁以下的，这个群体呢都是30岁到50岁啊有实力的这个群体。那么他们大概率呢，从做事儿的角度出发的话呢，也不可能在网上进行下单买房子，这和呢普通的购物是有本质区别的。第4点呢，就是专家说的这一点，虽然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，但是呢他把一切想得太完美啊，就是完全的理论派。那么未来这个在网上买房子也不是没有可能发生。20年前我们说手机能够隔空的视频，很多人是不相信的，但是现在智能手机的出现已经完全证明了这一点。那么新鲜事物的出现呢，我们应该持一个开放的态度，而不是呢一棒子打死。那么未来到底能不能够从网上进行买房子呢？和买包一样容易呢？当然是可以的，但是这里有前提条件，就是说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才有可能会实现。那要解决哪些问题呢？首先就是开发商的问题啊，这是源头，对吧？你的源头不能出问题，也就是说呢，未来的开发商是没有负债的，完全有实力，建的房子就不可能出现烂尾楼。这是第一点。第二呢，就是银行的金融风险很小，而且呢能够进行线上审批，不看你这个人能调用大数据，就能够马上1分钟给你审批还是拒绝你的贷款。做不到这一点，那线上所有的买房都是白谈。还有第3点呢，就是最重要的一点，老百姓要认可啊。老百姓为什么能够认可从网上买房子？那说明他有安全感，没有安全感，这一切呢都不可行。为什么现在网购这么成熟？因为不管是从你购买的角度，还是资金监管的角度，还是你买错货不想要了退货，整个环节都是有保障的，你基本上是没有损失的，只不过呢是一个时间的损耗。那么买房子也一样，如果不能够形成一套完整的这个体系，没有任何的解决办法的情况下，那么网上卖房子就是一纸空谈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呢就讲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